你是否很怀念白铜锅的味道，但却一直制作失败呢？不是膏体太黏，就是没有蜂窝组织，或者吃起来太酸，还是有臭粉味。这期跟你分享我们试验了几个星期的白糖糕，也许对你有帮助哦。咦，你是不是很奇怪，小圆？那么今天不是在厨房嘞？因为最近很多人要求我们做白糖糕哦。我又不是什么都会嘛，毕竟不是百科全书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槟城的古早味白糖糕取经看看，走。我们是喜欢学习食谱啦，然后吃了回去研究看看哦。很好吃哦，没有臭粉味啊。因为有一些粉哦，吃起来哈、它会有个粉粉的味道，这个真的没有哎。然后不会粘牙，口感 QQ 软软的，软糯软糯，好吃哦。然后味道是清甜的哇，好会吃酸嘛？哦，不会酸啊，闻也没有，吃也没有，太厉害了。首先把150克粘米粉，还有把75克白糖倒进小锅里，然后再加入285克的清水，搅拌均匀。另外准备一个比较大的锅子，把水烧开后转小火，放上小锅，把米浆隔水煮成半生熟状态。过程中要一直搅拌哦，避免结块和不均匀。当底部开始有结块的时候，就可以拿走了。利用锅子的余温继续搅拌，给米浆均匀和顺滑。理想的状态是像这样，有一点粘稠，而且带有流动性的。米浆达到理想状态后，可以把锅子放入一盘凉水中，帮助快速降温。用手感觉一下米浆凉透了，才加入半茶匙的耐高糖酵母，把酵母撒开来，会比较容易搅拌均匀哦。搅拌均匀后，就关上盖子，发酵2个小时。发酵的时间需要看你环境的气温，还有米浆的状态来调整哦。在模具上倒入一点玉米油，抹均匀。我用的是7寸的不锈钢盘。2个小时后，米浆上有很多气泡，就表示发酵够了。如果你喜欢偏酸的白铜糕，可以延长发酵的时间。在米浆里加入5克的玉米油，搅拌均匀。加油的目的是让糕能保湿和油亮。因为现在的人不吃那么甜了，所以随着糖分的减少，也就少了保湿和剔透感。搅拌均匀后，就倒入模具，盖起来，让它静置20分钟。等时间差不多的时候，就可以预热蒸锅了。静置后的米浆上面会有一些小气泡，等蒸锅上气后，才把米浆放进去，用大火蒸20分钟。蒸好后关火焖5分钟才拿出来。蒸好的白糖糕要放凉后才脱模切块，不然会黏黏湿湿的不爽口哦。晾凉时记得盖上纱网或布，避免表面风干。等白糖糕凉透了，就可以轻松的划开脱模，然后切成你喜欢的大小。白铜糕也叫轮椒糕，是中国广东的一个地方名字。一开始觉得食材和做法看起来很简单哦，应该濕水啦。哪里知道自己轻浮的心态真的有被他轮番教过一顿的。接下来就分享我的制作心得。我个人经历蒸白铜糕会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几个啦。第一是水和粉的比例，因为不同牌子的粘米粉吸水性会不一样。一旦水多了，糕体会变重，气孔就没了。水不够呢，糕体吃起来又不熟而且有粉味，也没有弹性。
所以你可以依你的情况来加减水分。我用的是本地牌子嘉地的水磨粘米粉，包装上材料写着纯粘米粉哦，吃起来没有臭粉味，而且味道还不错哦。另外呢，我觉得隔水加热成生熟酱的步骤是有帮助去除臭粉味的哦，因为过程中闻到一股粉味之后就没有了哦。第二是酵母，酵母有分普通和耐高糖的酵母，因为白糖糕食谱的含糖量很高，用普通酵母虽然也能发酵啦，但却没有耐高糖的效果那么好。第三是模具，尽量用低釉阔还有导热快的模具，比如铝或不锈钢盘哦，这样糕体才能受热均匀发得好。第四，蒸之前先让米浆静置，这个是让米浆有时间发起新气泡，可以帮助增强糕体的蜂窝状。最后就是火候的时间了，像这种要膨发的糕点，一般上都需要用大火，而时间呢也不好蒸过头哦，因为蒸过头的话，也意味着糕体会吸收过多的水蒸气而变重，然后就塌陷，没有蜂窝组织啊。做好啦，来试吃看看。它吃起来有米的清甜香味哦，而且QQ 的，很弹牙，然后还有不粘牙，爽口，蛮好吃的。这个呢用粘米粉做的，跟日本横街的来比较的话啦，还是有差别的。我感觉日本横街的好像是用米做的，因为我们也有用米去做，然后用了很多不同的米，它的味道跟口感呢是很接近了的，就只是它蜂窝组织不是很理想。然后我们的结论是呢，不是每一种米都适合啦。如果你对米做的板桶糕有兴趣的话，欢迎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再努力研究看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期的分享，请帮忙点赞、订阅和分享给你亲朋戚友哦，拜拜。